郑大爷，郑大奶奶，哎，李掌柜，李掌柜，李掌柜，哎，来了，哎，来了。在下康家长子康素元，诸位请了。今天大家伙能来，为康家解除危难，是祖上有德，我就不一一道谢了。这些年，康家的生意做的是顺风顺水，多少有些骄狂，什么生意都敢接。这次接的是朝廷给军队运辎重的任务，本来想多赚一笔。 莫名其妙，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，家父一急之下，吐血而亡。我今天穿孝来拍卖家产，是个不孝子。可国家在打仗，死的人成千上万，辎重的事情一天不解决，世间不知要平添多少孤儿寡妇。我这点事儿算什么呢？所以今天组这个局，请大家来共同竞价。 这些是康家所有的田地、房屋、商铺，从山西到陕西，南下至四川，大约有4万亩良田，217家商铺，还有3间大酒楼，产业都在此。如果有质疑的，请上前查看。有了这些产业，还不如去借钱。难道老八家会坐视不管吗？大奶奶。 让我一句。说起来，这些产业，乃是我祖上当年学业不成，转学手工，手工艺不成，又在军营里谋了个超报小吏的差事，每个月只赚几钱银子。后来他负责在军队里运输货物，结识了不少天南海北的英雄。 我曾祖豪侠仗义，说话讲信用。虽然他手无缚鸡之力，但人人敬他是条好汉。再后来几个朋友凑钱给他开了个镖行，这才陡然而富。古人云：“君子之泽，三世而斩。”到今天已经3世了。老八家虽然同气连枝，但我曾祖当年有话，绝不连累同袍。 所以今天还请天下的朋友让条道。康家子弟就算不能经商，也不能没有志气。最后一句话了，请大家出价吧。哟，是啊，可不得了啊！王这王后，这老八家怎么个排法？诸位，我抛砖引玉，600万两。多谢。 700万两，900万两，多谢。 1100万两。你怎么不叫价？我不想那么累，我我们家自个儿的负责的都忙不过来了。你不知道，全越多越麻烦。这话说的够聪明。我要真聪明，我就不上这儿来了。 1300万两，我出1400万两。诸位，吃好喝好，我们这个饭局结束，拍卖才会结束。大家不妨来看一看，然后好好琢磨琢磨。苏小姐，你怎么不跟他们拼了？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谁要跟他们这样拼？ 那这产业你是拼不过来的，非要拼钱吗？他这人倒是蠢，这天底下有的是比钱更贵重的东西。一会儿你就看见了。更贵重的东西，
喜你啊！我是应该现在恭喜，还是再晚一点？恭喜我什么呀？恭喜你顺利进入老八家。你可别扯了，有钱人多着呢。你刚才没听到他说吗？这天底下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生命。哎，稍安勿躁啊！有几位朋友酒喝多了，绝对没有死人，大家放心喝酒啊，不要听下人胡说。请。喝酒。赶紧定吧，埋的没埋的，定完我们走了。马上定。来，喝酒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杭州的张先生和保镖死了，湖州的李家，苏州的王家，刚才出嫁那几个都，没错，出过嫁的人都死了。哼，他是从南边过来的，我觉得他肯定会牵连我们家，咱得想出来跟他斗一斗。苏小姐，我们东家要我务必拿下康家的产业，您看能不能让我一让？哎呀，刚才那些人死得好惨呀！是你，你不会也想跟他们一起吧？我不要。我看这是有人想逼死我们老八家，想一个子儿都不出，就把产业拿走。是江湖上的朋友干的吗？我看未必，江湖上的朋友哪有这么大的势力呀？咱们以静制动，让他自己跳出来。死人，就是有死人！你赶快走，这地方去！诸位，今天我变卖康家的家产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死人。你这个短途的买卖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做了。走，都坐上。奉王爷令，今天喝酒的各位一个都不能走。康家的产业卖不掉，军队的辎重解决不了，你们就等着陪葬吧！都坐下，继续干！700万两，李掌柜的，既然他们都死了，我就接着您的价喊了。好，聪明。 800万两，1000万两。这位小哥面生的很啊。您认识他就行，不面生吧？1100万两。诸位，我也叫个价啊！我倒要看看今天会不会被人弄死。 1400万两，1500万两。反正你交多少，我就比你多加100万两。诸位得罪了啊！今天我是势在必得。
还有没有？2000万两。怎么？京城李百万家的不够格吗？你也要加入了是吗？是啊，这么热闹啊！但是你不会把我和古兄都这个吧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和你想的一样，我也想捡这县城的便宜。哎，你不是说帮我忙的吗？哦，哎，你喊多少来着？2100万两。 2500万两。2600万两。你把王天贵的骨头熬成油都拿不了那么多。我要好李国，跟我借他。我这是在帮你爹办事，你搅什么？2600万你能买个开心吗？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吗？我就最想看你跟我爹垂头丧气一次。 古兄弟是吧？请过来这边。诸位，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那康家的产业就属于太玉峰了。康掌柜，2600万两数目太大，允我10日之内划清给你，承让。有这么多的银子，何必杀人呢？大奶奶，你想什么呢？人不是我杀的。哎，好，太玉峰以后就是老八家了，我恭喜古兄弟。恭喜。王爷到。 王爷，如今叛贼猖獗，朝廷又催得厉害，可是没有钱粮，兵马难行，你当不起这个罪。小人正在变卖家产，10日之内一定偿还辎重。10日，这就是老八家。哼！ 国难当道，一个个在这里斤斤计较。朝廷说我心慈手软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都一起锁了吧，好歹也有个交代。哥，拿下！3日内交不上来，走，一个都活不了。快点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。 走，走！以为兜里有俩钱，就都是人了吗？在我眼里，不过是一屋子的屁。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！怎么样？你兄弟的脑袋掉的会比帽子还快。 破，馊了。
别喝了，馊了。馊了也是粮食，不是？武兄，你跟他们说，你不是老八家的人，没必要在这儿受罪。我说了，他们不认啊。他们觉得我既然买了康家的产业，那就是老八家的。咱们患难与共吧。只怕到了明日，这馊饭都没有了。要不要来一碗？我来是守山西的。像他们这么小打小闹的干，根本站不稳脚跟。我来之前跟王爷知会过了，就在这儿开家票号，名字已经想好，就叫太平号。从平辽一直开到下面各个县城，延展到整个大清。太平号就是个口袋，把平辽这些票号全部都装进去。这是门好生意啊！票号的生意，京城李家接过来。呸！每天300万两赎金，这不是伤害地方吗？亏他想得出来。朝廷这几年少要钱了吗？打赢过什么仗啊？你等我出去的，军机上有几位跟我有点交情，我捐个御史，我参他。孙掌柜，您别生气了。眼下这个局面，不给钱是出不去的，哪还有功夫让你买个御史参他一本呢？他是声名赫赫的铁帽子王，说句话都地动山摇的，你参得动吗？是这个理儿，我就奇怪一件事：我们在晋阳山庄聚会，请的都是山西有人物字号的票号，他们怎么这么清楚？把门一堵，下手抓人。我看里面的事儿没那么容易。哎，爹，您来了。得嘞，全看老爷子您了。你们叙话。你天天跟那个刘范混在一起干什么？哎，我们俩事儿您都知道了。我们俩一起弄了一个城门档和上门档，把这平遥城颠倒了个个儿，实在是痛快的很。你痛快了？窝藏包庇刘范的罪名谁来背？那轮不着您来背，您就放心吧。您就告诉我，您到这儿到底是来干嘛？哎呀，实在抱歉，让各位受委屈了。王爷让我来看看大家吃好了没有。诸位都是王爷的客人，如果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还请见谅。你们王爷可太客气了。300万两，我没有，我的钱全在茶上。拿折子，来我们家抄家。王爷这客人，我是做不起，没那银子。这事儿啊，我们也和王爷说了，但是啊，王爷他身份尊贵，这说过的话，如果再收回去，这脸上也没光，不是吗？这票号里的钱都是山西老百姓的，要一下子全拿出来，那百姓怎么活啊？朝廷已经把江南给弄丢了，现在是想让山西也大乱吗？这位小哥眼生得很呐，不知贵姓高明啊？这全屋子的人只有一个名字，上淫下子，小名元宝。对喽，师爷，别假装客气了，发个章程下来吧。成。这次王爷从京城带回来一家票号，打算放在山西，掌管军中的粮台和银钱。诸位这300万两若是凑不出来，可以让这家票号代付，只需签字画押即可。至于这什么时候偿还，你们自行商议即可。
抢的？这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平遥城开了个万元档，说是京城李百万他儿子开的。现在又来一个大票号，嚯！我老八家2400万两银子他都有，怎么就这么有钱呢？莫不是会喘气儿的财神爷到了？回晋大奶奶，这家票号就是李万堂李老爷家的，叫太平号。如果诸位认可这笔账，肯签字画押，我向大家保证，即刻便放大家回去。这个李百万手也太黑了吧！啊，就想在山西立足，也犯不上把我们都给整垮了啊！这算什么？拿当官的压人吗？既然如此，诸位就接着喝粥吧。哼！爹，您这么干行吗？你呀，乖点别惹祸，远远的看着，学着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爹，我觉得经商的人要讲信用，您这么干，强取豪夺，仗势欺人，落井下石，不择手段。乖儿啊，我看你啊，还是回去好好读书，争取考个功名。做好人。哎，这王爷搞这么一出，啊，这是收了太平号多少银子呀？恐怕谁也不知道。我就觉得，你刚挤到这老八家，就遇到这种糟心事儿。假的，假的？什么假的？他天底下经商的，有谁把所有的钱都囤在一个地方啊？再者说了，有哪个票号能拿出300万两银子的现钱？我看要银子是假呀。这太平号是想把票号的所有买卖都纳入怀中，据为己有，这才是真的。老八家的这些富户，只要签了借款，我看呐，就是人家本上的肉喽。这个李百万呢，是好手段。是王爷要来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诸位啊，见谅见谅见谅啊！狱中相见，实在是万不得已啊。李万堂，李老爷子是来看笑话的呀？哎呦，不敢。咱们是商道一脉，兄弟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能啊，赶紧跟王爷说，把我们放出去啊！这没杀人没放火的，把我们搁在这儿，多不体面啊！自古官家两张嘴，一张说有，一张说无，讲不得道理啊。这2400万两，兄弟先掏上，
帮大家伙儿逃过一劫，如何？好大的排场！这大清国一年也就这么点钱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时局不好啊，大奶奶。咱们商道一脉，更要携手合作啊！兄弟我久在京师，少来3晋，不过朝廷那面还有些个能说得上话的势力。这300万两全当兄弟入我老八家，诸位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沟沟坎坎、太平号，替大家伙儿铺平垫好。这可不是我李万堂来侵吞老八家，是敬仰先贤，尽点绵薄之力。这也太欺负人了，这此言差矣。好，如果诸位不同意的话，我回京师便是。好，好。可是军情如火啊，王爷又是个炮仗脾气。我来的时候，王爷说了，这老八家掌握着闯王的宝藏，怎么连点血都不肯放呢？实在可恶！闯王宝藏，咱们山西的娃娃从小就知道这故事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你也相信啊？你来这里不也是为了闯王宝藏吗？当年闯王兵锋何等锐利，出秦岭，越太行，破潼关，水淹开封，席卷黄河上下，抵定中原。但他们拿到那些钱财之后呢？将军贪图享乐，士兵怕死，最后落得一个莫名其妙的消亡，何苦来呢？这可是1等1的凶杀。哎，这几句话说的当真深切。你是武平原？正是。我经常听小儿提到你。你这番话很有见地，不过这是读书人的想法。你将来要想从商，这可是大大的错误。有什么错？金银钱财乃是天下人的公器，并无善恶是非。人的错，人要自己承担，怪到钱的份上，没有道理。天下无不可用之钱，无不可用之人。你记下了。草民李万堂见过王爷。你的办法不行啊！这朝廷吧，让我进山东剿捻，可我老是延误不进。你说耽误了朝廷的大事，是你担，还是我担呢？王爷，这批商人啊，狡猾得很，熬不到一定时候
这锅饭收不了啊。这些人，个个和朝中大佬交好，你说到时候找一言官参我一个戕害地方，我也受不了啊。王爷，我是生意人，最懂生意人。这些有钱人，外人看起来是慷慨大方，可骨子里，个个都是吝啬鬼，钱都穿在肋巴骨上。你这让他往外拿的时候，那得拿着钳子往下拽，恨不得把血筋儿都能给蹬出来。300万两，哪这么好拿的？不把他们逼到山穷水尽的境地，您想要的东西也拿不到。这世上真有闯王宝藏，这么回事儿？王爷，你看，平遥太谷，这是山西财富的发源地。论交通，崇山峻岭；论地脉，并没有金银矿产；论人才，此地民风朴实，也没有历代经商的经历。明朝一亡，这2个地方财富陡增。您再看，这是太行山脉闯王遁逃的路线，由此向2侧散开。我确定，这批宝藏肯定是在，而且并没有太多的损耗。这所谓的老八家，久经商海之中，代代相传。做生意有赔有赚，他们凭什么屹立百年不倒？哪来的本钱？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？李万堂，李百万，你可千万不要给我算错。我一把火烧了军中辎重，那可是你出的主意。到时候误了军情，又找不到宝藏，还丢了辎重，那我只能借你的脑袋当辎重。王爷放心，相信我，到时候你得宝藏，我得山西。知道读本就好。3日之内，先把辎重的银子补上。无论如何，我得过黄河入山东，打这一场仗吧。胖兄弟，你说你好不样的，怎么能把军队的辎重给烧了呢？你说，那是我想烧啊，我就没想接，还不是地方官强压给我的。这火，应该是他们自己烧的。我把整件事情串起来想，这可能是个连环计。他们先烧了王爷辎重，逼康家卖产业，然后再把大家都抓起来。一步步走到现在，就算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，他们还是会继续压榨，因为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闯王宝藏。这天底下的人怎么那么爱说妄语啊？君子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不管我们认不认，只要他们觉得我们有，那就是有罪。我在想，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应该找王爷谈一谈，各自退让一步。哎呀，
小孩子说大话，他哪里肯退让一步啊？啊，在官府眼里，我们不过蝼蚁一般。那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闯王宝藏，估计连这馊饭都吃不上。这话倒也有道理。唉，不知诸位现在手头上真的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吗？哎呦，都说了没有，票号里的钱都是储户的，我们自己的都在货上。没有，没有也不能等着让他们把我们逼死，对吧？哎，那你说说，这局怎么破？我在想，他李万堂家资再大，归根结底跟我们一样是个商人。他做这么多事情，无非是想把整个山西票号的控制权攥在自己手中。我们可以这么做：先去王爷那儿打个欠条，假装我们认下这笔账，按照他指定的日子把银子运过去。王爷嘛，又不是地方官员，随时要出征打仗的。2400万两银子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花完的。只要他给我们一个腾挪的时间，我们转过头来全力以赴，就可以对付李万堂，把李万堂逼出山西。我相信没有王爷做他的后台，他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能耐。不行，我们八家认账容易，那李万堂又不是小孩子，那有的是方法。他把打条的这个事儿公布出去，说咱们八家票号欠朝廷多少多少银子，那一夜之间信用就坏了，储户肯定生怕我们把他们存的款拿去填朝廷的无底洞，挤兑起来，如何得了？谁说做生意一定要用现银？啊？兄弟，你馊饭吃多了吧？脑浆子都馊了。大奶奶，我们现在都身无分文，但是我想和你做一个10万两的生意，可不可以啊？就好比说吧，你手上这个碗，它就价值10万两，我想要。但是我所有的钱都存在孙掌柜那里，我该如何做？孙掌柜，取10万两给我。我没银子呀。就算有银子，我带在路上也多有不便。我看你这块玉佩不错啊，能不能给我当个信物？这好办。大奶奶，孙掌柜说了，你只要看到此信物，就能知道10万两银子已经入了你的账了。凭此信物，我可不可以现在把这个碗给拿走了？这是之前说好了的吗？在真正做交易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一张契约，这样八家就可以空对空的出账入账，完全不需要现银子倒来倒去的。如果真的遇到挤兑了，八家合一家，应付起来应该绰绰有余；而八家分开，各自凭借其信用为对方做担保，往来账目需要留下证据，方便年底核算。只要这个生意是在八家之内，一张字条就可抵得上100万金银。您觉得这个法子如何？那万一有一家违反规定怎么办？万一有一家被挤兑，其他人不知情，头寸调度不灵怎么办？还有啊，万一8家同时遭到挤兑怎么办？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总柜，每天确认头寸，并对外宣称8家联盟，这样即使挤兑起来，也不至于遍地开花。可能有1家2家受难，但应付起来应该不至于太过困难。好，真的是好。如果早想到这个主意的话，这李百万休想在山西立足，而且也不会被外人钻了空子。那这个总柜谁来当啊？让我试试怎么样？哎呀，反正是做戏的，只是为了应付眼下的困难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们觉得我是自己人的话，这几天一锅里吃馊饭的，你当然是自己人了，是我们8家之内的人。我看让他进来，也不是坏事啊。好，这个总归你来当，你出的主意嘛，你做给大家看看。诸位有意见吗？
好，既然如此，希望明天这个时候咱们就别吃馊饭了。我去跟他们谈。就这么着。来人呐！我要见王爷。传令下去，提兵2万，运动至梁山一线，把网扎实了。王爷，草民替河东8家商号禀告王爷，请读谈。独谈，就凭你？草民自然是不配，但不知道谢银子配不配？读了四书五经，学会一身坦荡，翻过陈年旧账，走马经纶光阴，也走历了面庞，演过人情薄凉。我看过万里雪茫茫，也曾被谁紧握不放，只剩这一柴米油盐中口随意尝，翻一歌声，春季回肠，好戏正在开场。天下有道理千钧一气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外圆内方，一步烽烟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众生万象，粉墨登场，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。山有道，我担当。日出东方。流过多少血泪，只要爬得起来，纯洁当作小将，还能喘一口气，就撑起这脊梁，扛过刀剑风霜。人生在世本就无常，咬紧了牙关走一趟，凭谁人说痴心妄想，众口随意张，翻一个身，春季回肠，好戏正在开场。天下有道理千钧一气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外圆内方，一步烽烟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千万过尽人间万象，尘埃落定留下传奇一桩。山河浩渺，我担当。日出东方。